如果你有叶文洁那样的机会，你会选择按下发射按钮吗？叶文洁没有经过任何人授权，没有征求任何人同意，就这样，一个人以全人类的名义，向未知的宇宙发出了第一声呼喊。刘慈欣写这个场景的时候，用了一句话来描述叶文洁的心理：无论三体世界是什么样的，任何文明都比人类更道德。这是一种绝望，也是一种赌注，但这个问题是真实的。现实中，我们真的面对过这个选择，而且不止一次。过去几十年里，有科学家严肃地设计过跨物种通用密码，有 NASA 把披头士的歌曲发向北极星，还有一家薯片公司把广告以光速射进了大熊星座。我们已经按过很多次按钮了，只是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1972年，先驱者10号探测器离开地球，踏上了穿越太阳系边界的漫漫旅途。在它的侧面钉着一块镀金铝板，板上刻着什么？两个赤身裸体的人类庄严地向未知文明挥手致意。旁边附有几行坐标说明14颗脉冲星的相对位置和频率，能让任何掌握天文学的智慧生命据此推算出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的位置。氢原子的超精细跃迁频率用来定义这张图上的长度和时间单位。这是人类第一次认真地思考了一件事：如果某天我们要向另一种智慧生命自我介绍，该说什么？答案是先亮出长相，再附上地址。1973年，先驱者11号带着同样的板片出发。4年后，旅行者1号和2号也各自携带了一张金唱片升空，里面录有55种语言的问候、自然界的声音、各国音乐和115张精选图像。这套方案由天文学家卡尔萨根亲自操刀设计，每一处细节都经过反复推敲，听上去很浪漫。问题来了，这些东西从来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外星通信，因为它们挂在探测器上，而探测器的速度在宇宙的尺度下，用一个直白的比喻来说，慢得像一只关节炎发作的蜗牛。其中最快的旅行者1号速度接近每小时6万公里，听起来不慢，但它需要大约7万年才能飞到比邻星的附近，而且它根本没有具体目标，只是在完成太阳系内的探索任务后，沿着既有轨道默默飘向深空。更实际的问题是，在那片虚空里，被某个外星文明刚好撞见，这枚探测器的概率接近于0。茫茫宇宙，一个篮球大小的物体掉进了比太平洋还要大1亿亿倍的地方。那块金属名片更像是一瓶永远飘不到彼岸的漂流瓶，它甚至连彼岸在哪里都不知道。这件事的意义从来都不在于成功与否，它更像是一种提问：我们该如何向宇宙中的陌生人介绍自己？我们应该展示什么？这个问题后来有人给出了更认真的答案。1974年11月16日，波多黎各山谷里，一口形如铁锅、直径305米的巨大天线仰头望天。这是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当时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射电望远镜。那天他做了一件和平时完全不同的事，不是接收，而是发送一封信，以光速飞向了五仙座球状星团 M13。整封信总共1679个比特，折算成数据体积只有210字节，比你现在读到的这个段落还小。但这1679个比特不是随机排列的，设计者选了这个数字，是因为1679等于23乘以73，两个素数相乘。任何理解素数的智慧生命都应该能想到，这串信号应该被排列成一个23列乘以73行的二维矩阵，展开来就是一幅像素画，里面藏了什么？数字1到10用二进制写出来，告诉对方我们会数数，碳、氢、氧、氮、磷5种元素的原子序数，这是地球所有生命的化学基础。DNA 的核苷酸结构和双螺旋的大致形态，这是我们遗传信息的载体。
一个人类的身高轮廓，以及当时地球上约38亿的人口数量。太阳系9大行星的排列图，第3颗被单独标注，那是我们的家。最后还有阿雷西博望远镜本身的示意图，附上了直径数据，相当于在信封上写了寄件人地址。整个发射过程持续了将近3分钟。M13距离地球大约2.5万光年，也就是说，这封信到达目的地要等2.5万年。如果那里真的有人解码回信，最早的回音也在5万年后。很多人问，这有什么意义？答案是，阿雷西博信息的真实受众从来都不是外星人，而是我们自己。它是人类在太空时代初期的一次宣言，我们具备这种能力了。更重要的是，它迫使科学家们认真回答了那个问题：我们能用什么语言跨越物种的壁垒？他们的答案是数学，因为无论文明形态如何，素数就是素数，双螺旋就是双螺旋。原子序数不会因为你生活在另一颗星球上就变得不一样。数学是这个宇宙唯一可能真正通用的语言，但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面镜子。人类按下发射按钮之前，首先得决定谁有权按发什么，什么叫代表全人类。这些问题到今天都没有答案。2008年 NASA 成立50周年，做了一件更营销感的事，把披头士的穿越宇宙用一根70米的天线发向北极星。北极星距地球约350光年，那首歌没有经过任何外星解码设计，外星文明就算接到了那串电磁波，大概也不知道那是音乐，更不会知道是谁写的，更不会知道 Jai Guru Deva Om 是什么意思。这更像是一场公关秀，庆祝自己的生日，顺便往宇宙里扔了首歌。同一年，多利多姿薯片赞助了一场广告创意大赛，把获奖广告用雷达信号射向大熊星座，目标约在42光年之外。你现在可以放心了，那个薯片广告还没到。你可能没那么放心的是，它以光速飞奔，没有任何东西能追上它。2022年，一个叫 METI International 的机构向 TRAPPIST 一行星系统发出了迄今最后一批大规模星际信息。TRAPPIST 移距地球约39光年，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行星系统之一。围绕那颗红矮星，已知有7颗行星，其中至少3颗处于宜居带。这批信息里装了什么？精选的人类音乐、元素周期表、科学数据，以及地球人关于自身环境危机的描述与反思。信号在2022年发出，预计2061年前后抵达。如果那里真有人回复，最早的信号也要到2100年后才能收到。你现在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那条信号正在宇宙中飞翔。等它到达的那一天，我们这代人早已不在了。我们留在宇宙里的是一张名片、几首歌、几段数学公式，还有一条讲述地球正在发烧的信息。这些是我们留给未来的遗言，还是一张邀请函？盘点下来，人类有记录，有足够发射功率，真正能到达星际空间的信号，满打满算不过10几条，再加上功率较弱，大概率在路上就消散的，总共也就20多条。还有一个关键数据，这些信息里，目标恒星大多位于10到70光年之间，而大多数信息甚至还没有抵达目的地。人类向宇宙喊话已经将近60年，最早的那批喊声现在还在路上。但真正令人不安的问题，不是他们有没有到达。回到开头那个场景，叶文洁按下按钮，是因为他对人类失望透顶，愿意用文明的赌注换一个结果。但现实里，每一条射向宇宙的信号背后，都是一场没有开过的会议，一个从来没人投票表决过的决定。这才是这件事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有很多科学家认为，我们根本不应该发。这背后有一个假说，叫黑暗森林法则。每一个文明
都可能把自身存在视为必须隐藏的秘密。因为宇宙的资源是有限的，暴露位置就是暴露弱点。宇宙中的大沉默，或许恰恰是因为聪明的文明都选择了闭嘴。正是出于这样的顾虑，目前规模最大的地外文明搜寻项目突破聆听，在2015年郑重承诺，只听不发。在科学界对是否应该主动联系达成共识之前，他们不会向宇宙发出任何信号。但这个共识至今没有到来，所以那个问题仍然悬在那里，没有答案。如果你面前有那个按钮，你按吗？叶文洁按了，结果是三体人来了。我们已经按了很多次，只是用的是射电望远镜，不是红岸基地的天线。至于结果，还要再等几十年、几百年，也许几千年，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也许某个接收到我们信号的文明，正在用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计算着要不要回复。宇宙已经等了138亿年了，它不介意再等一会儿。但我们呢？